妻子为寻刺激，在我们周年纪念日，当着我的面将手伸进我弟弟衣服里，还跟我保证道：“我就玩玩而已，你知道的，我最爱的还是你。”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又吵又闹，我却递上一盒草莓味。时间还很多，慢慢玩。妻子以为是我想开，满意极了。可她却不知，早在她收下我弟弟玫瑰花的那天起，我就联系好所有客户，决定离开公司，离开他了。何雨桐当作我在开玩笑，不以为意，搂着许明达又亲了一口。今天也是他为庆祝新药研发成功而举办庆功宴的日子。明明是我带领团队，经过半年的努力，180天的废寝忘食才研制出的新药，却在此刻成了许明达的胜利宣言。高考结束那年，妈妈生日，爸爸带回来一对母子和一朵红玫瑰。妈妈接过小男孩递过来的红玫瑰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他39岁生日。当晚割腕自杀。所以结婚当天，我对老婆何雨桐说：“如果你想离婚，送我一束红玫瑰就好了。”她抱着我说：“放心，我们家以后不会再出现任何与花有关的装饰。”5年后，公司招标，因为合作方有人在胸前戴了一朵红玫瑰，他就把合作方赶出公司，并直接封杀。那一天，我发现结婚原来也可以很美好。直到半年后，我完成新药研究，从实验室出来，整个走廊布满了玫瑰花，而当初被他赶出公司的男人却春风得意地站在他身边。我冷着脸，女人却一脸无所谓地说道：“这些都是明达为你准备的惊喜，他是你弟弟，这次来就是为了和你修复关系。”我呆呆地看了何雨桐2秒，转身离开。我从来没有弟弟，而从今天开始，我也不需要再有妻子。我独自一人在妈妈墓前待了3个小时。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也是她的10周年忌日。红玫瑰是爸爸妈妈的爱情见证。10年前的今天，爸爸却亲眼看着许明达将红玫瑰交到妈妈手中，将她的精神击溃。红玫瑰是我的禁忌。10年后的今天，我的老婆带着害死我妈的凶手，带着我痛恨的红玫瑰，给了我致命一击。告别妈妈，起身离开。何雨桐的电话打了过来，电话里女人的声音充满醉意：“庆功会都要结束了，你这个研发主管不在，像什么样子？”我沉默。换做以往，我一定会假装生气让他哄我，然后高高兴兴等他来接我。但今晚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。何雨桐声音抬高了2度：“江文州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跑哪去了？”目的。何雨桐沉默，好似终于记起今天是我妈的忌日，也好似终于想起，为了新药研发，我放弃了我的生日庆祝，我取消了结婚纪念日晚餐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他陪我见见妈妈。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，何雨桐才艰难开口：“我今天太高兴，我忘记了，你在墓地等我。”我挂断电话，转身离开。可当我到停车场的时候，却收到了何雨桐发来的消息：“文州，今天太晚了，下次吧。明达喝醉了，我要先把他送回家。放心，我肯定会弥补你的。”我没有任何意外，以许明达的心机，他今晚肯定会缠住何雨桐的。我能看出他的手段。久经商场的何雨桐当然也看得出，可何雨桐不在乎，因为他很享受，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我也不用在乎他了。当晚，何雨桐没有回家，也没有发过一条消息，打过一个电话，我没管，也没问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公司，何雨桐是 CEO， 我是研发主管。5年时间，我们的公司从车库搬到了市中心的 CBD， 可我们的感情却越走越远。新药的第1阶段研发已经完成，暂时不会有太多事情。当我端着咖啡打开律师发来的离婚协议时，何雨桐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昨晚明达下车扭伤了脚，我就多照顾了他一会儿。后来因为时间太晚，就在附近随便找个酒店住下了。我点点头，认真研究离婚协议，顺嘴回他：“我知道了。”毕竟马上要离婚了，他想跟谁睡，在哪睡都是他的自由，没必要跟我报备。何雨桐愣住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忍住。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新药研发成功，你是头号功臣，总要给你庆祝一番。他顿了顿，瞥了一眼我，又说道：“要不要叫上明达？我觉得你应该和他谈谈，毕竟当年你妈去世时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”听到从何雨桐给许明达洗白的话，我的手微微一顿，我不禁想问他：难道我妈当年自杀时，我不是个孩子吗？压抑住心中的愤怒，喝了一口咖啡后，我轻声说道：“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今晚就我们2个人好了。”毕竟是要谈离婚，外人在场不好。至于弟弟，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我哪来的弟弟？何雨桐看了我一眼，却以为我在吃醋，勾起嘴角，刚要说话，却被一阵铃声打断思绪。看到手机上的明达2个字，他会心一笑，拿着手机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手机上收到何雨桐发来的信息，是一家私人餐厅的预订通知。我知道这是他给我的补偿。将打印好的离婚协议放在包里，准备赴约。出公司的时候，何雨桐的车子从我身边路过，他摇下车窗：“你先回家收拾收拾，我去见个客户，马上就到。”话没说完，车子就已经离开了。以往只要和何雨桐约会，我都会花2个小时准备，每次都让不善化妆挑衣服的我痛并着快乐。不过这次没必要了，在附近找了一个按摩店，给自己舒舒筋骨，让长期熬夜加班的身体好好放松了一番。等我到餐厅的时候，何雨桐还没到，我给他发了消息，他没回。我摇了摇头，没像往常一样等他，直接点餐。这家私人餐厅环境很好，食物的味道也很好，比在公司吃盒饭可强太多了。所以即便最后何雨桐没来，我也没生气，毕竟我们7年的感情他都辜负了，又何必在乎这一次爽约呢？其实他不知道，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才是给我最大的补偿。吃完饭，慢慢走回家，没日没夜的加班让我好像与世隔绝一般，街道的烟火气让我有了一丝生机。突然走到熟悉的街道，我停下脚步，才发现当初我和何雨桐创业时租的车库早就被拆了，而那间我们为了省1块钱每天光顾的包子铺，也已经变成了面包店。我才明白物是人非，就连我曾经珍视的美好回忆也都泯灭在时光里了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老师打来的。老师语气中带着一丝迟疑，问道：“文州，你昨天申请加入707项目秘密研究，组织已经同意了。不过我还是要最后向你确认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这次任务至少要5年时间，如果没有你，你们夫妻的公司可就要一落千丈了。你老婆会同意吗？”
我迈出步伐，走出那条熟悉的街道，语气坚定：“老师，我要离婚了。”因为秘密项目马上就要开启，而我也想赶快离开，便和老师约定明天就派人来接我。没心情再继续闲逛，我直接打车回家。客厅的灯亮着，何雨桐坐在沙发上发消息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何雨桐皱着的眉头舒展起来，立刻冲过来拉着我的手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在餐厅等我？我到了发现你不在，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？”我怔了怔，没想到他最后还真去了。不过看到他理直气壮的质问，我顿时有些好笑。不过也正常，毕竟他已经习惯了我在原地等他。将手从何雨桐的手中挣开，吃饱了，不走干嘛？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确实理亏，女人按下烦躁，递给我一个礼盒。今天专门给你买的，你自己打开看看。我没有太大意外，毕竟连续爽约，总得补偿我一下。这就是何雨桐，每次做错事，他都会稍微给我点甜头，而我总是忐忑等待，希望他补偿的多一点，最好是多陪我一回。我接过礼盒，随手丢在了沙发上。太客气了，我礼貌地回他。他脸上的笑容僵住，第一次察觉了我的敷衍。男人眼底闪过一丝慌张，想要拉我的手。这时，许明达的声音从2楼传来：“嫂子，要不我还是先回家吧，不然哥哥回来误会，那可就麻烦了。”走出楼梯见到我，许明达眼下眼中的得意，捂住嘴，表现出一副吃惊的样子。何雨桐赶忙向我解释道：“明达昨天脚扭伤了，我今天带他去复查，也是因为这个才去的晚了。他现在活动不方便，我就让他在客房住一晚。”说完，何雨桐紧紧盯着我，似乎怕我生气。我点头，无所谓的说道：“那我去酒店好了，我不会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的。”何雨桐愣住，没想到我是这个反应。你要是实在不喜欢明达住在这边，我送他。话没说完，许明达从楼梯上跌落，捂着脚开始龇牙咧嘴。何雨桐大惊失色，赶忙将他扶回屋里按摩。当我拉着行李箱准备出门时，何雨桐又回到了客厅。他抿着唇，紧紧攥住我的手不肯放开，眼中愧疚越来越深。最终，在许明达的催促声中，开口：“明天我陪你去见阿姨，我们当着她的面好好谈谈。”我面无表情，转身离开。谈？和我的律师谈吧。当许明达出现在屋子里的那一刻，我连离婚都不想跟他谈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师派来接我的人早早就到了。不过在离开前，我还要去公司一趟，取走和妈妈的合照。我不会让照片落入许明达手中的。我刚踏进公司，就被同事用异样的眼神看着。等到我的办公室，我才明白这诡异气氛的由来。许明达坐在我的办公室，一脸挑衅地看着我。姜文周，我的好哥哥，以后我们可是要在一家公司上班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的表情愈发得意。爸爸入股了这家公司，以后我们家就是合适的大股东了。以后我是副总，而你向我汇报工作。我眯了眯眼，问道：“入股？以许家的资产，想要成为合适的大股东，可是远远不够吧？”许明达嗤笑道：“那你就别管了，我们自有渠道。你这间办公室我很喜欢，我要了。以后你要在这里向我汇报工作。”我看着他，笑着说道：“看来你们母子都挺喜欢别人的东西啊。不过你没你妈聪明，至少她会认。”说着，我拿起妈妈的照片，转身离开。在我出门的时候，何雨桐出现了。见我拿着妈妈的照片，他面色一紧。“你去哪？”“我……”许明达抢先开口：“给我腾办公室，我喜欢这间。”见我要走，何雨桐赶忙拉住我的胳膊：“不行，这间办公室一直是你的，谁都不能。”没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打断道：“他喜欢就让给他好了。毕竟离职报告我已经提交了，只要他审批，我就离职了。不审批也没关系，毕竟只是通知，就像他不通知我，就让许明达进公司一样。”何雨桐愣在原地，神色灰暗不明。等我的背影消失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何雨桐将正在哼着歌收拾办公室的许明达推出办公室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。“我警告过你，你是来配合文州工作，是为他服务的。他是研发主管，新药的后续研发全靠着他。是谁给了你的错觉，让你敢在他面前呲牙咧嘴？”到了楼下，我收到了何雨桐的短信：“如果你不喜欢明达，我就让他离开公司好了。今晚有你最喜欢的古典乐团演出，我拿到了2张前排票，我们先去看阿姨，然后再过我们的2人世界。下午5点，我在墓地等你，不见不散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将电话卡取出，掰断扔进垃圾桶。别恶心我了。上了接我的车，前往机场。下午5点，何雨桐一身黑衣站在了墓园门口。何雨桐为表诚意，还戴上了我送给他的胸针。再次检查一遍妆容，他随意地瞟了一眼腕表。5点10分，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又往墓园的远处看了看，依旧没有我的身影。虽然疑惑，他还是耐着性子等。期间还乐此不疲地给许明达发消息，全然忘记是准备来祭拜我的母亲，忘记了许明达是害死我母亲的凶手。他知道我一向准时，即便比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半个小时，他还是没有担心我是不是路上遇到了危险。要不是因为公司需要我，何雨桐可能连敷衍也不愿意敷衍我一下。今天有雨，墓园那边靠近郊区，最先下雨。6点钟的时候雷雨交杂，何雨桐这才想起我，拿起手机给我打电话，却因为信号不好无法拨出。何雨桐生气地将手中积电的花束狠狠摔在地上，又给我发来消息：“姜文周，你是不是耍我？我在这里等了你1个小时了，你不知道我的腿不能泡水吗？”消息成功发出，电话依旧打不通，成功发送，我也看不见，那张电话卡早就被我掰断了，只是卡里面还有30块钱的话费，所以能够显示信息的接收。1个小时何雨桐就能崩溃成这样，那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年，我等了多久？1小时又1小时，数都数不清。何雨桐不是什么耐心的人，至少对我是毫无耐心的。发泄完情绪后，就冒着雨去停车场。等到信号好的地方后，何雨桐立马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，堆在嗓子里的责骂被电话提示音逼停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用户无法接通。这还是第一次我不接他的电话，他的心里依旧没有担忧，反而将这一行为认为是我引起他注意的失速行为。真正相爱的话，对方电话打不通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恼怒，而是心急吧。何雨桐粗暴地扯了一下衣领，挫败地捶了几下方向盘，下一秒驱车前往公司。何雨桐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我就在那间办公室。
推开门后，被许明达身上特有的香水味包围。许明达看见浑身湿透的何雨桐，满眼心疼，拿着桌子上的毛毯就迎了上去。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坐下，我给你擦擦。何雨桐躲开了毛毯，大声质问：我不是说了不准占用他的办公室吗？我的警告你是不是当做耳旁风？许明达委屈的不像话。那天何雨桐就把他赶出去，还给了他一巴掌。公司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丢人的样子。你吼我做什么？是江文舟自己离职，这间办公室空出来了，我为什么不能用？何雨桐，你这是第几次这样对我了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许明达的话中，离职2个字刺痛了他。何雨桐双眼发黑，有些站不住。何雨桐想平复心情，却被许明达吵得头疼。闭嘴！呵斥声一出，许明达也识相的闭了嘴。刚刚他气急，直呼何雨桐的大名，没想到何雨桐居然一点也不心疼他，想到还要仰仗何氏，他还是软下性子。嫂子，你有什么不开心吗？都可以和我说的。何雨桐没理他，叫来人事部经理。江文舟的离职申请，你同意的？我没有啊，何总。看着人事部经理害怕的样子，何雨桐更加烦躁了。公司里几个同事却给我出头。江主管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要经验有经验，只要想走，需要离职同意做什么？就是何氏几乎都是靠着江主管，之前就没签什么入职合同，走离职就是一个形式。员工的话让何雨桐回想起当初的公司开始的时候。文舟，我的就是你的，签什么劳务合同啊？我就这样顶着位置但没有实权了好几年，因为没有公章，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。不过我只要负责研发就好。后面何雨桐也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没想到这倒是成为我甩手离开的最好助手。没有法律条文的规范，我想走就走。他去哪里了？何雨桐突然出声，没等到众人回答，他又崩溃大喊：江文舟去哪里了？或许回家了吧。何雨桐得到回复后，眼眶猩红的离开了公司，一路跌跌撞撞的，直到现在他的心终于有了一丝慌乱。不知道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公司失去我后将面对的困境。飞机落地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放松，终于远离那个让我腐烂发臭，整天像个停尸房的地方。老师看见我时，热泪盈眶，仔细打量着我，声音哽咽：瘦了，要是当初我多劝劝你，把你拉过来研究院就好了，这样你也不会。我拍了拍老师的背，有些触景生情。当初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拿到研究院的 offer， 可是那个时候何雨桐向我求婚了，邀请我和他一起缔造属于我和他的商业帝国。老师不想放弃我这根好苗子，但也不想阻碍我追求幸福。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人总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报应。还好我及时回到正轨上。为了缓解气氛，我打趣道：说点不好吗？可以少吃点饭，能给研究院节省经费呢。老师佯装嗔怒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呀，我赶忙扶着老师，跟着他一起前往研究院。研究院今天有工作，大家都腾不出手来。老师代替师兄师姐给我致歉，倒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我这把老骨头可不能带你逛研究院了。我女儿今天正好有空，她带你去吧。老师的女儿啊，我有印象，当时她的高中物理还是我帮忙补习的，因为成绩进步，老师给我封了一个大红包呢。也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因为被物理题目难倒。刚到研究院，就看见沈师杰站在院中，和印象中的小姑娘已经不一样了。现在的女孩看起来更加成熟，更有魅力了。老师向她招手：过来帮你文舟哥哥搬东西啊，怎么不叫人啊，喊哥哥啊。我有些忍俊不禁，这臭丫头一点也不听话，天天一副臭脸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找到男朋友，这性格谁能受得了她？老师交代了几句后就离开了。沈师杰带着我到分配的宿舍，一室一厅，很宽敞。他自来熟地帮我铺床，然后又将门口师兄师姐送来的祝福花束中的玫瑰花挑出。这些我帮你处理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玫瑰花？之前你给我家教的时候，我妈的一个好朋友给她送了束玫瑰，我看你皱眉了，你应该是不喜欢玫瑰花的。我听了缘由后有些呆愣，只是看见我皱眉吗？这样的细节居然有人能记那么多年。何雨桐即便我告诉他我的忌讳，但还是不会考虑我的心情。他能对别人面面俱到，对我就不能。何雨桐的偏爱随着时间也逐渐冲淡了。发什么呆呢？沈师杰的话将我拉回现实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感谢他帮我处理掉那些花，有意无意的聊了2句，大家也互相了解了一下。沈师杰今年刚毕业，也拿到研究院的 offer， 比我早来1个月，也是707项目的参加人员，还和我是同一组的。我谈起我失败的婚姻时，沈师杰一直不变的脸上多了些波动，好像我离婚他很高兴一样。何雨桐到家门口后，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。门被打开的第一眼，他看向了墙上专门挂钥匙的地方，属于我的那把钥匙不见了。出门需要反锁，即便要离开，我也不想家里有贼。门口专门摆放拖鞋的地方，放着3双拖鞋，一双我的，一双何雨桐的，还有一双是许明达的。我的那双是15块一双的地摊货，而许明达那双是巴黎世家的拖鞋，还是何雨桐给他买的。何雨桐换拖鞋的时候，看到这样的对比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心里盘算着怎么补偿我的时候，看见了桌子上的离婚协议书。何氏我不要，何雨桐我也不要了。我本身物欲也不是很重，那些和何雨桐一起挣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觉得恶心。唯一欣慰的是，我制作的药品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。何雨桐看着落款处的净身出户，心里百感交集。我在旁边留了一封信，信中的内容是为了防止何雨桐不肯签离婚协议书准备的。没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，我不想拖拉，所以选择净身出户。你可以选择不签，不签的下场就是得到法院的传票。你和许明达的高清无码床照我有，婚内出轨，到时候净身出户的就是你。照片还是许明达亲自发给我的，协议书签好之后发到我的邮箱，我会抽个时间来拿离婚证的。何雨桐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封信，因为情绪起伏大，嘴唇不停地颤抖。那些他以为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我全知道。何雨桐活了那么多年，第一次觉得害怕，那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绝望，让他有些喘不过气。因为走得匆忙，桌上的垃圾我并没有收拾干净。何雨桐从垃圾桶里面找到了我的快递袋，上面的寄件人的地址我没来得及涂掉，A 市国家直属医药研究局。下一秒，何雨桐的助理就给他发来消息：
何总，查到了，先生今早购买了前往 A 市的机票，而且在医药局的官网上可以查到先生的入职信息。何雨桐毫不犹豫地起身，订购了最早的一趟航班，前往市。见到何雨桐的那一刻，我心底是厌烦的。好不容易可以出来逛逛，却看见恶心的人。我想假装没看见他，却被他堵在路口。几天没见，何雨桐憔悴了不少，衣衫凌乱的有些不像话。我一脸警惕没好气地问道：“有事？”何雨桐被我冰冷的态度刺痛，垂放在身侧的双手紧紧捏起。我不同意离婚。我啧了一声，有些厌烦道：“不同意，不同意就等着打官司。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那次只是个意外，就算出轨了，我也只爱你，不是吗？谁也不会犯错，你就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和我离婚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声音平淡：“不是一点点，也不是只有这件小事。”何雨桐似乎有不解地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呢？离婚是因为我攒够了失望啊！我的父亲是个艺术家，和其他艺术家一样，他有些风流。年轻时妈妈疯魔一般的爱上爸爸，然后结婚生子。可是爸爸到处留情，让妈妈得了抑郁症。许明达的母亲为了上位，总是时不时的制造点东西刺激母亲。妈妈为了我，一直忍耐着，总觉得只要对爸爸够好，爸爸就会回心转意。乖宝，你爸还是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他虽然乱搞，但是还是没离婚，也没把外面那些人带回家，你还是他唯一的孩子。”我看着妈妈憔悴的脸庞，只能违心的点头。那一晚，爸爸回来了，提着一个蛋糕，带着一个女人，女人还牵着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就是许明达。爸爸没有一丝不自然，抬手向我和妈妈介绍：“以后我们一家五口一起生活，这是明达，这是我的新女朋友，她不介意我有妻子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也能和他们和平相处，你们都是我的家人。”把小三和小三的女儿带上门，叫妈妈和他们做家人，还真是荒谬。许明达不止给我母亲一束玫瑰的同时，还附上了恶毒的诅咒。老女人，你不是得了抑郁症吗？你们这些人不天天吵着要自杀吗？赶紧去死，给我和妈妈腾位置。爸爸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要不是你得了病，怕你想不开，早就和你离婚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拖累别人了？因为这些耳语，我那温柔脆弱的妈妈过完30几岁生日就割腕自杀了。我恨这个送妈妈玫瑰的男孩，因为杀不掉，所以恨上了玫瑰。一看见玫瑰，就能想起浴缸中浑身带血的妈妈。何雨桐不是不知道内情，我每次一提及，他就会为许明达开脱。他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，看见自己的爸爸还有其他儿子，难免嫉妒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很愧疚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原谅明达？我看向等待我回答的何雨桐，有些释怀了。懂你的人会一直懂你，不懂你的人只会找你的错处。结婚那天我就说过了，如果你想离婚，给我一支红玫瑰就好。你让我走过玫瑰花铺满的道路，和我的杀母仇人和解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不止出轨，还有你对许明达的各种偏爱。到底你是他老婆还是我老婆呢？文州，我只是想世界上多几个爱你的人。明达也是你的亲人，不是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杀死我母亲的亲人，还是勾引我老婆的亲人，还是抢占公司股份的亲人？何雨桐，你的脑子是摆设吗？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何雨桐一时语塞，见我哭得难受，伸出手想拍拍我的背，却被我躲开。文州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以后你不喜欢的这些我都改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我需要你，公司也需要你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生一个男孩和女孩吗？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。其实他也没有多爱我，只是公司需要我而已。我不想和何雨桐有过多的纠缠，摆了摆手，准备离开。何雨桐却强硬地抓住我的手，越是挣扎越抓得紧。文州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呢？你明明知道我看见红玫瑰会难过，可是你还是让它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还记得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吗？你可不是这样的，这恰恰证明你已经不爱我了。你现在后悔是因为爱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公司，是因为新药研发。在这一瞬间，我终于相信了，不爱你的人根本不会顾及你的感受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多伤心难过，在他心里都不会有一丝波澜，他只会感觉你真的很烦。何雨桐，你这样子恶不恶心？别让我看不起你。何雨桐想将我拥抱入怀的那一刻，沈世杰冲了出来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，随后拉着我的手站在我身前。何雨桐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看向沈世杰：“你是谁？姜文州的姘头吗？你不知道他有老婆吗？”看见我们亲密的样子，何雨桐极度的发狂。沈世杰不紧不慢的开口：“对，我就是他的女朋友，你们马上离婚了，你算哪门子的老婆？他老婆现在是我。”何雨桐生气的冲过来和沈世杰扭打在一起。因为害怕沈世杰出事，我赶忙将二人拉开，开始威胁何雨桐：“我们现在是国家机密项目的负责人，你敢对我们动手，是想坐牢吗？何雨桐，你最好敢赶紧滚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何雨桐颤颤巍巍站起身，想到之前国家直属研究局的包裹，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假的。文州，我之后还会来的。何雨桐放下狠话后离开了，我拉着沈世杰帮他处理脸上的伤口。下次没必要开这种玩笑。不是玩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文州。面对沈世杰突如其来的告白，我有些呆愣，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三两下涂好药就落荒而逃。现在这些情情爱爱，我是一点也不想沾。这几天我出门都提防着何雨桐，但是他都没出现，可能是警告起了作用。何雨桐在骚扰完我后，就被公司的紧急电话找回，何氏的制药陷入了困境。许明达仗着自己有特权，非要插一脚，使得公司的局面更乱了。何雨桐回来后，他连忙扑到他身边：“嫂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你的忙。”看着数据报表上亏损的1个亿，何雨桐气得脑子直抽，毫不留情地甩了许明达一个巴掌后，下令召开董事会，并且将之前给许家的股份全部收回。许明达哭着求原谅，却被何雨桐觉得烦，叫保镖连人带东西全部丢出了公司。处理完一切事务的何雨桐再次来到 A 市，跪倒我的面前，求求我救救何氏。那是我们的心血，文州，你舍得看他变成这样吗？我净身出户了，那和我没关系。我们还没离婚，过2天法院的传票就到了，到时候你将一无所有。何雨桐红着眼眶，大声质问：“你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吗？”我冷静地开口：“可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
在法院传票到达的前一天，何雨桐同意了签离婚协议书。净身出户，他可做不到。拿到离婚证的第二天，707计划正式开启。光阴似箭，5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在所有科研人员的努力之下，新药成功制作出来。外界的消息时不时的会传入我的耳朵。何雨桐后面也来闹过几次，但是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任务，所以没人和他透露我的行踪。最严重的那一次，他被拘留了半个月，此后再也没来过市。何氏少了我的助力，没几年就破产了。何雨桐因此背了不少外债，每天早出晚归只为还债。何雨桐将当年的事情一一爆出，许明达借钱入股何氏，债台高筑，跳楼自杀。我那艺术家的爸爸因为突发中风，被许明达的母亲举着钱跑了。我有赡养他的义务，随意找了家养老院将他扔了进去，就不闻不问。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。这5年，沈世杰没再提过喜欢我的事情，但是他总是很关照我。我想，人应该走出过去的阴霾，走向更好的人生，不能因为一些人否定掉真正对你好的人。